称呼她为胖妞嘛。实际上我们也是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个空投它设计的要素非常多。准备油棒，准备放2侧软管。它这个软管其实是一直在颠簸，就这个软管它是一直在震动的。巨大的冲击力，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这就是运20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这震撼人心的气氛下，一场空投比武竞赛的大幕也即将拉开。此刻比武的开始时间已进入倒计时。张宇来自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曾荣立2等功1次、3等功3次，先后直飞过运7、1276、运20等多种运输机。丰富的个人履历，足以让人惊叹这位入伍20年、荣誉满身的飞行员是如何练就过硬飞行本领的。作为这次空投比武大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他又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代号鲲鹏。2013年1月，运20首飞成功，第一次将中国带入了国产大型运输机时代。2016年7月，运20首次列装空军，标志着空军投送能力迈出关键性一步。2022年1月，运20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飞行1万余公里，将33吨支援物资送抵汤加。从国内到国际，运20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多样化，航迹也越飞越远，极大地提升了我军空中投送能力，也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的名片。除了鲲鹏这个代号，在飞行员们的眼中，运20还有一个爱称，称呼她为胖妞嘛。实际上我们也是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呵护她、爱护她。从第一次见到运20，张宇就喜欢上了她。为了能和这架先进的运输机合二为一，张宇在她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空军第一批选拔改装运20的飞行员当时我很荣幸就参与了这次的选拔。实际上改装的话，它不仅仅是改一些装备，对我们飞行员来说的话是改大脑就是把以前的这种思想理念剔除掉新的知识装进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难度还是很大的。运20作为一款先进的运输机，需要飞行员有全新的思维方式，与它优异的性能相匹配。即将开始的空投比武不仅具备浓烈的实战味道，而且也是检验人机结合程度的绝佳舞台。为了给团里赢得更多的荣誉，作为机长的张宇此刻就像拉满弦的弓，充满了力量和斗志。他期待自己能够在这场空投比赛中再次证明自己。
就是我们飞机按照计划的航线，我们进入起点。进入起点前，还是检查校正好飞机的状态，特别注意施压，这块跟后舱空投员这边协同好。进入起点以后呢，就是注意准备开舱门前的一个工作。这边的话，除了这个检查单的。运20作为军用运输机，担负着空投、空降、空运等任务。此次比武竞赛包括准时到达、精准空投和精准着陆等内容。对飞行员来说，难度最大的就是精准空投。这个空投它涉及的要素非常多有飞机的，有货物的，有人员的，有靶场的，有涉及各个方面。所以说每一个方面都要充分的准备好，才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精准空投科目对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之间的默契配合要求极高，只要发生1秒误差，落点就可能出现上百米偏差。更让张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此次空投是在3无条件下进行。那么，什么叫3无条件呢？就是指无地面引导、无气象资料、无靶场标识。这种完全贴近实战的复杂考核环境，会给张宇带来哪些挑战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边也有3个。如果当时能见度不好，确实看不到地面的话，对但是你可以越快，但是你要跟我说。距离比赛还剩不到1天，作为机长的张宇穿梭于室内外，他要争分夺秒地和机组人员反复进行协同演练，把一些细节问题在地面解决好。在我们的实际的空投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执行军事任务，那么里面装的就是一些武器装备，还有一些弹药之类的如果是这个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比如说救灾，那么里面可能装的一些就是食品、药品之类的今天就装到了飞机上，因为明天早上就要执行任务。那预祝你明天空投顺利。好的，谢谢。空投比武即将开始，然而机场突然起大雾，能见度越来越低，空投的难度陡然增加。因为我们瞄准的是未来战争的战场需要马上不可能说等着好天儿，等着这个万里晴空的时候什么天气都有可能。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张宇有条不紊地驾驶着运20缓缓滑出，飞向空投区域。准备好起飞。此次考核模拟的是江河岛礁上的精准空投，货物着陆点靠近河流滩涂，而且地势高低不平，飞行员的空投时机哪怕误差1秒，都可能导致着陆点与目标点近100米的偏离。而货物一旦落入河流之中，就代表着成绩无效，在实战中就意味着空投失败。我们离地3尺嘛，基本上就带着风险。那么我什么时候进行投放？我现在是顺风还是逆风？整个它就要进行一个计算。事实上，精准空投在抗震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灾情严重或是地形复杂的特殊地区，普通陆路运输无法抵达，精确空投可以高效实现物资投放，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上4500。收到。4公里吧。地面裁判组第一时间到达了目标点附近，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着张宇机组投放的瞬间。准备。
头下，头下。还不错呀。右边这个，这个可以啊，右边这个可以啊，两个的差不多。数秒钟后，硕大的伞花在空中绽放。这个准！哇！成绩很好，成绩很好，都安全。两件货物平稳落地，裁判员立即上前查看。先把引导伞剪了，快，赶紧！这个是距离靶场最近的啊，就定这个后台。马上1公里了啊！随着飞机精准平稳着陆，张宇此次考核顺利结束。尽管所有人都感叹于张宇空投的精准性，但是在他看来，这都是正常发挥。作为一名驾驶国之重器的飞行员，苦练基本功是职责所在，但真正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一次代表中国空军的救援任务。阿富汗发生了这个大地震，这个任务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紧急的。我们紧急调机，从国内机场飞赴了这个阿富汗的喀布尔机场。从这个任务准备一直到任务实施，这次是出国任务是最快的一次。那一次，张宇驾驶着运20，以最快的速度把救援物资顺利送达阿富汗，给当地灾区的人民带去了希望。之前也是偶尔的出过国，但是近几年飞运20的话，去过的国家就更多了。像俄罗斯啊、越南啊、柬埔寨啊、印度尼西亚、阿富汗，然后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我们都去过。这个航迹的话在逐渐的拓展，未来的话肯定会更多。作为中国空军的先进运输机，运20的航迹已经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2022年8月31日，中国空军派出运20远赴奥地利，参加空中力量2022航展。经过了10多个小时的飞行，飞行员张立志和机组人员按时抵达了奥地利的采尔特维格机场。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于2022年9月2日至3日举行，来自20个国家的200架军用和民用飞机参展，被称为欧洲最大航空展。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派出运20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当时在那边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就是用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就指着飞机问 Made in China， 我感觉他们不敢相信。我说 Yes。然后有的人还会问我，You fly here by yourself？ 我也是很肯定的回答他是 Yes， 我们是自己飞过来的。因为当时我们的飞机在那边的话是整个航展上最大的飞机，然后我们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涂装，包括我们的飞机在那看着也是最新的，然后他们不敢相信，以为我们是在欧洲组装的。在奥地利空中力量2022航展上，笑眯眯的鲲鹏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被誉为可亲可爱的和平之鹰，很多华人华侨专程前来打卡，与鲲鹏同框。然后有一些留学生也是义务的充当翻译吧，因为那边讲德语讲得多。当时看他们眼神吧，我就感觉到一个是欣慰啊，我在身处异国他乡，在遥远的欧洲，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运输机飞过来了。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自豪，他们可以在任何人问他们，这是我们祖国的飞机，我们的5星红旗飘到了这里。一些华人华侨连夜购买5星红旗，只为在运20前面拍下合影。
因为运20不仅仅彰显着中国空军捍卫和平的实力，也代表着来自中国的诚挚友谊。运20作为中国空军先进的大型运输机，它能执行的任务不只是物资和人员的远程投送，以运20为基础研制的空中加油机运油20，更是大大延伸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作战半径。机群编队速度保持一致。我们运油20与歼16编队通常是我们日常训练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斗编队战术之一，展示了我们这种最常用的战训加油常态。201检查好起飞。此次执行加油任务的是机长教官郭正。作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郭正荣立2次2等功，参加过多项重大演习任务，远赴多地为空军战机执行加油任务，飞行经验十分丰富。油20的优势有很多。首先，它自己飞得高，飞得远，它输出的油也比较多。作为通飞运20、运油20的飞行员，郭正真正做到了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飞机。但是在刚接触运20时，他也曾经是绞尽脑汁。我刚开始去改装的时候第一天就把我吓到了我一到工厂的时候，这个工厂就给我发了大概有这么一摞的厚的书如山的资料，厂家的密集授课，运20的高科技含量促使飞行员要学习更多的内容才能驾驶它。善于总结的郭正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当时呢，我就是想把老师给我讲的这些好的内容我就逐渐处理成各种小笔记就是把这些特别复杂这些逻辑、复杂这种关系把它全部都串联起来，编写了一本比较浅显易懂的是比较适合于我们飞行员学习的一本运20的一个改装教材。郭正为飞行员量身定制了一本11万字的教材。他这个是一个以飞行员的口吻来讲述这个飞机的，他讲出了我心里需要的那个东西，然后对于我的学习上来讲的话，也是少走了很多弯路。有了之前运20的编书经验，当部队换装运油20时，郭正很快就编写出了另外一本针对新机型的教材，加快部队新机型战斗力的形成速度，所以他也成为了飞行员们的主心骨。准备油棒，准备放2侧软管。驾驶运油20在空中进行这样的高难动作，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在这个汽油的作用下，它这个软管其实是一直在颠簸，就这个软管它是一直在震动的，就像我们射箭一样吧。这个靶心它一直在画圈，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箭正中靶心。受气流影响，飞机颠簸过大，软管始终无法顺利对接。提醒一下，就是你注意好高度，或者说注意好对接的速度差。好嘞，保持高度，保持观察。保持2:1比。右侧对接成功。左侧对接成功。经过机组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调整飞机状态之后，2架歼16战机成功和运油20对接。输油完成，可以脱离。顺利执行完空中加油任务，机组人员都长出了一口气。就在郭正机组心情愉悦地飞回机场时，地面的气象通报却再次让飞行员的心揪了起来。
地面气象呢给我们通报说地面的顶风已经达到我们极限了。当时应该说感受还是比较明显。迎着强劲的地面风，副驾驶员的操控变得艰难。教员郭正立即接管了飞机的控制。风速太大了，我接操纵。加点油门，再加点，下滑速度再增加10公里。好的，保持住。这种颠簸的情况下，就像人牵牛一样。正常你牵了牛，牛是肯定跟你较劲的啊，它不会听你的话。凭借丰富的经验，郭正并没有和地面风对抗，而是在柔和地调整飞机姿态，以巧劲儿应对强风，最终驾驶运油20安全落地。261滑行。不过，应对各种恶劣的气象条件，也只是运油20飞行员所要掌握的其中一项技能而已。他们还会把精力放在如何应对来自敌人的威胁上。现在运油20飞机正在进行左右盘旋机动，执行机动是由坦克或战翼，其配合爬升或减速，可使地面日空火力瞄准变得困难，避免被敌意避免后方攻击。这对于经济地雷的并不是什么难题，但对于大型加油机来说，大高度转弯中实际面积将大大减小，低空急剧的状态变化对机动强度和飞机操控性、机动性都有着极高要求。这种大坡度的盘旋和转弯的飞行动作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蛇形机动。就是我自己感知到了，我自己探测到了有这个危险，或者地面告诉我了你现在不能落，那我就要快速做。我们有自己固有的就是一套机动动作，就应对不一样武器的威胁。好，遭遇地面火力威胁，加油门。收真身，带杆上升。右手弯击上升，保持好状态。驾驶运油20进行蛇形机动，经常要挑战飞机的飞行极限，这对飞行员的精准操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坡度。高度260，坡度可以小一点啊，坡度小一点，坡度确定不够吧？驾驶运油20这样的庞然大物进行剧烈的机动动作，可不是短期就能学会的。这相当于在地面上开着重型卡车做惊险的特技驾驶，这需要飞行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做到人机合一。大鹏展翅9万里，长空无涯任搏击。正是运20及其衍生机种优异的综合性能和飞行员过硬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让中国空军有了长足的发展，才会助力空军航空兵在未来的战场上迈出更强劲的脚步。